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演化与共生的奇迹。当你注视着那只在你家中悠然踱步或安然入睡的小生命时，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只宠物，而是一个承载着万年生存智慧、成功融入人类社会的独特物种。它的每一个细微举动都深藏着远古的密码，它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诉说着跨越物种的情感连结。要真正理解猫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我们必须从它的起源开始探寻，那是一个关于沙漠、谷仓与双向选择的长篇故事。大约在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历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我们的祖先在中东的新月沃地开始了农业革命，他们学会了种植作物并定居下来，建造村庄和城镇。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建造谷仓来储存收获的粮食。这些由人类汗水凝结而成的谷仓不仅标志着文明的曙光，也意外地成为了改变另一种生物命运的舞台，那就是非洲野猫，我们今日家猫的直系祖先。对于这些习惯于在荒漠和草丛中独自狩猎的独行侠来说，人类的谷仓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堂。这里聚集着大量以谷物为食的老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为它们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食物来源。于是，这些谨慎而聪明的猎手开始被吸引到人类定居点的边缘，而早期人类也很快发现了这些毛茸茸邻居带来的巨大好处。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敏捷和沉默，有效地控制了鼠患，保护了珍贵的存粮。一场没有书面协议，但却牢不可破的互利联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与狗那种被人类主动驯化用以狩猎或看守的历程不同，猫走进人类生活的过程更像是一场自我驯化的盛宴。是猫主动选择了与人类共处这条道路，它们在保留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逐步适应了与两足巨人为邻的生活。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里，那些性情相对温和、攻击性较低，甚至外表更能引起人类好感的个体，获得了更多的食物资源和更安全的繁殖环境，它们的基因被优先传递下去。这种无意识的人工选择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慢慢塑造出家猫温顺亲人的一面。然而，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共处时光，家猫却从未像其他家畜那样被完全驯化。它们骨子里依然保留着祖先那份独立的野性、敏锐的警惕心和强大的生存本能。这份若即若离的神秘感，这种在亲密与自由之间取得的精妙平衡，恰恰构成了猫独特魅力的核心部分。要真正读懂我们身边的猫，仅仅了解它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解读它的语言，那是一套极其复杂而精妙的，由身体姿态、声音和气味共同构成的综合系统。猫的尾巴就是它情绪的旗帜，当它高高竖起，如同一个骄傲的感叹号，甚至末端还带着微微的弯曲时，这通常表示它正处于自信、满足和友好的状态，是向你发出的热情问候。如果尾巴低垂或紧紧夹在两腿之间，则明确传达出恐惧、顺从或不适的信号。而当尾巴像鞭子一样快速而有力地左右甩动时，你最好留神，这是它极度烦躁、兴奋或准备发起攻击的明确警告，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它。它的耳朵也同样善于表达，耳朵朝前竖立显示好奇与警觉，平贴在头上则说明它感到害怕或具有攻击性，耳朵转向不同方向则表明它在专注地收集四周的声音信息。猫的眼睛不仅是它灵魂的窗口，更是它传递情感的工具。当它用柔和的目光凝视你，然后缓慢地眨动眼睛，甚至完全闭上片刻再睁开，这个被称为猫之吻的动作，是它在表达最高级别的信任与爱意。因为在猫的世界里，直视代表挑衅和威胁，而闭上眼睛则意味着完全的放松与不设防。你可以用同样的缓慢眨眼回应它，它会理解这份温柔的心意。当然，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猫的呼噜声，那低沉而富有节奏的震动仿佛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能够瞬间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科学研究揭示，猫的呼噜声频率通常在20到150赫兹之间，这个范围的声波被证实能够促进骨骼和肌肉的生长与修复，缓解疼痛，
减轻呼吸困难，甚至加速伤口愈合。小猫在出生后不久就会发出呼噜声，这有助于它们与母猫建立联系并指导哺乳。而当成年猫在你身边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时，它不仅仅是在表达 contentment， 很可能也是在利用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修复机制来保持健康，同时将这份治愈的能量无形中传递给你。除了呼噜声，猫还有一套专门为了与人类沟通而发展出来的喵喵语。令人惊讶的是，成年野猫之间很少使用喵喵叫来交流，这种声音主要是幼猫用来呼唤母亲的方式。家猫保留了这种幼年时期的发声，并发展出了极其丰富的音调、音量与节奏变化，专门用来与他们的人类家人进行对话。不同的喵声可能代表着我饿了、开门、陪我玩，或者仅仅是我在这里，注意到我等不同的诉求。它们非常聪明，懂得如何用声音来操纵他们的两足仆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猫的亲密行为中也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本能。当你的猫用它的头和脸颊不停地蹭你，用它的尾巴缠绕你的腿时，这不仅仅是撒娇那么简单。它的脸颊、太阳穴和尾巴根部分布着许多特殊的气味线，这个看似亲昵的动作实际上是在你身上留下它的专属气味标记。这是一种混合着占有与爱意的复杂行为，它在向你，也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你属于我这个安全的社交圈。这是猫科动物世界里最郑重的认可与接纳。另一个充满童真的行为是采奶。当猫在柔软的毯子或你的身上，用两只前爪有节奏的交替按压，仿佛在揉捏面团时，它通常处于一种极度幸福、安心和满足的状态。这个行为源于幼猫在吮吸母乳时，用爪子按压母亲乳房以刺激乳汁分泌的本能。当成猫重现这个动作时，意味着它感受到了如同回到母亲怀抱般的安全与舒适，这是它对环境和对你极度信任的表现。猫的感官世界也与人类截然不同，构成了它们独特体验的基础。它们的听觉极其敏锐，能够捕捉到人类听不见的高频声音，比如老鼠的叫声或小虫爬动的细微声响。它们的耳朵就像两个独立的雷达，可以旋转近180度来精准定位声源，这使得它们成为高效的猎手。猫的眼睛拥有比人类多很多的视感细胞，这使得它们在昏暗光线下的视力远超我们，能够在近乎黑暗的环境中清晰事物，这也是它们偏好晨昏活动的原因。但代价是，它们其实是近视眼，并且看待世界的色彩不如我们人类丰富。它们主要感知蓝色和黄色调，红色在它们看来可能更像是灰色。猫的胡须也不是普通的毛发，而是极其精密的触觉传感器，被称为触毛。根部充满了神经末梢，能够感知最细微的空气流动和物体的形状、空间，帮助它们在黑暗中导航，判断洞口能否通过，以及探测猎物的动向。理解了猫的生物学特性和语言，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探讨它们为何能如此深刻地融入人类的情感世界，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心灵伴侣。猫的治愈力量是真实而强大的，它根植于生物本能，也升华于情感连结。在现代社会高压力、快节奏的生活中，猫提供了一个稳定、无条件的情感锚点。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安慰。无数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与猫互动能够带来显著的生理和心理益处。抚摸一只猫仅仅几分钟，就能有效降低人类的血压、心率和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同时提升催产素的浓度。这种被称为爱的荷尔蒙的物质能够促进放松，增强信任感，并减轻焦虑。这种生理上的积极变化直接带来了心理上的愉悦与平静。对于独居者、老年人以及正在与焦虑症或抑郁症抗争的人们而言，猫的陪伴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治疗价值。它们提供了一个不会评判、始终如一的倾听对象，它们的需求简单而规律，为生活提供了可预测的结构感和被需要的价值感。照顾另一个生命的过程，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注意力从自身的烦恼和痛苦中转移出来，从而找到新的生活意义和情感寄托。许多心理治疗师甚至会推荐宠物疗法，将猫纳入辅助治疗计划中，
因为它们能够有效地缓解孤独感，提供情感支持，并改善社交互动。更重要的是，猫本身就是正念生活的大师，它们全心全意地享受着每一个当下的简单快乐。窗台上那一缕温暖的阳光，一个毫不起眼的空纸箱，一顿满足的餐食，一场酣畅淋漓的追逐游戏，或是一次深沉无梦的睡眠，观察它们，模仿它们，能让我们不自觉地慢下来，从无尽的忧虑和对未来的规划中抽身，回归到此时此刻，去欣赏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微小幸福，去珍惜无所事事的悠闲时光所带来的真正休息。猫教会我们，生活不仅仅是追逐和成就，更是体验和感受。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在依赖与独立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的相处之道。他们需要我们，为我们带来欢乐与陪伴，却又始终保有自我的空间与尊严。他们给予我们毫无保留的爱与信任，却从不失去其天生的神秘与优雅。这种健康的关系模式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为他们提供食物、住所、安全和医疗，他们则回馈给我们无条件的信任、温柔的陪伴、无数的欢笑和无数个被深刻治愈的瞬间。这场始于10000年前中东谷仓里那场基于生存的偶然相遇，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跨越物种的深刻的情感共生与文化交融。猫跟随着人类的脚步，通过贸易、探险和迁徙，从埃及的尼罗河畔走到罗马的元老院，从中世纪的欧洲小镇走到东方的宫廷庭院，最终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成为最受欢迎的家庭伴侣之一。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无数的文学、艺术和神话传说中，时而被视为神灵，时而被误解为女巫的助手，但最终，他们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所以，当你再次看向你身边那个安静凝视窗外或在你膝头安然入睡的家庭成员时，愿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只猫，愿你看到一个跨越了万年时光来到你身边的古老灵魂，一个带着沙漠与荒野记忆的优雅猎手，一个精通身体语言与沉默沟通的心理治疗师，一个用其整个生命来教你如何去爱，如何去放松，如何活在当下，如何在亲密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的智慧伙伴。他选择与你共享他的生命，把他最脆弱的肚皮展示给你，在你身上留下他专属的气味标记。这无疑是他所能给予的最珍贵、最毫无保留的礼物。这份信任与爱，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呵护与珍惜。感谢这些迷人的小生命，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柔软了我们的岁月，温暖了我们的时光，让我们的世界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完整，更加美好，更加充满诗意与安宁。猫与人的故事仍将继续书写，在每一个有猫陪伴的寻常日子里，静静地流淌。猫的睡眠模式同样反映了其作为机会主义猎手的古老天性，它们并非像人类一样拥有长时间的连续深度睡眠，而是采用一种多项睡眠模式，即在一天中分成多次进行短时间的打盹和睡眠，总睡眠时间可长达12至16个小时。这种睡眠策略使得它们能够保存体力，同时在猎物出现时能迅速醒来并投入狩猎，即便在安全的室内环境中，它们依然保留着这一本能。你会发现它们常常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警觉状态，耳朵会不时转动，捕捉周围的声响。这种随时准备着的姿态是它们生存智慧的遗留。猫的玩耍行为则是其狩猎本能的重要演练，无论是追逐一个滚动的球，扑向晃动的逗猫棒，还是与同伴进行模拟打斗，这些看似无忧无虑的活动都在精细地打磨着它们的追踪、扑杀和擒拿技巧。对于室内家猫而言，充足的玩耍不仅是保持身体健康、避免肥胖的关键，更是满足其心理需求，防止因无聊而产生行为问题，如过度舔毛、破坏家具的重要途径。作为主人，每天抽出时间与猫进行互动式游戏，是尊重其天性、增进彼此情感连结的极好方式。猫的领地意识是其另一个核心本能，即便是最温顺的家猫，也会将其生活的环境视为自己的领地。它们会通过蹭脸留下气味，偶尔的抓挠行为既是为了标记，也是为了保养爪子以及巡逻来巩固自己对这片区域的掌控。
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引入新宠物或改变家居布局有时会引发猫的应激反应。为家中的猫提供垂直空间，如猫爬架、高处的栖木，可以极大地增强它的安全感。因为在高处既能俯察自己的王国，也能在感到威胁时拥有一个安全的撤退点。猫的饮食习惯也深深烙刻着其肉食天性的印记，它们是纯粹的 obligate carnivore， 意味着它们的营养需求必须从动物组织中获取，无法像杂食动物那样从植物中合成所有必需营养素，例如牛磺酸，一种对猫的心脏功能和视力至关重要的氨基酸，猫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肉类中摄取。因此，为猫选择高质量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专业猫粮，是保障其长期健康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祖先生活在干旱地区，猫的可驱动力相对较低，它们习惯于从食物中获取大部分水分，这也是为什么鼓励猫多饮水或提供湿粮对于预防其泌尿系统疾病尤为重要。猫的生命阶段伴随着不同的行为与需求，活泼好动，对世界充满探索欲的小猫时期，是进行社会化、建立良好习惯如使用猫砂盆、接受梳毛和剪指甲的黄金窗口期。步入成年后，它们的性格趋于稳定，日常作息也更加规律。而当猫进入老年阶段，通常7岁以上，它们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活跃，睡眠时间更长，同时也更容易出现关节炎、dental disease、肾脏功能衰退等年龄相关疾病。此时，它们需要主人更多的关怀、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以及定期的兽医检查，以适应身体的变化，安享晚年。猫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交融的历史。在古埃及，猫被奉为女神巴斯特的化身，受到极高的尊崇，杀害一只猫甚至是死罪。在日本，招财猫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好运与财富的象征。在欧洲，它们曾一度与 witchcraft 和黑暗力量联系在一起，遭受迫害，但最终以其捕鼠能力和陪伴价值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这些文化符号折射出人类对猫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既敬畏其神秘独立，又珍爱其温暖陪伴。归根结底，与一只猫共同生活是一场持续的、相互适应的舞蹈。我们需要学会尊重它的天性，理解它的沉默，回应它的需求，同时设立清晰的界限。它教会我们耐心，因为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它教会我们观察，因为爱意往往藏在细节之中；它教会我们包容，因为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节奏与个性；它更教会我们何为无条件的爱，那种仅仅因为你是你而存在的连结。在它蜷缩于你膝头的温暖重量中，在它迎接你回家时竖起的尾巴尖上，在它深夜里那安稳的呼噜声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安静的港湾，一个无需言语的理解，一个对抗世界喧嚣的柔软堡垒。这份由一个小小生命所赐予的宁静与欢愉，或许是猫带给人类社会最伟大、最持久的礼物。这种跨越万年的情感连结，并非单向的索取，而是一种双向的滋养与成长。当我们开始懂得猫的语言，并学会回应它们的天性时，我们与猫的关系便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这种关系的深化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比如为猫提供适当的环境丰容，就是尊重其天性的重要一环。环境丰容指的是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来满足动物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减少它们的无聊和刻板行为。对于家猫而言，一个理想的环境绝不仅仅是有食物和水那么简单，它应该是一个能够激发其探索欲，满足其狩猎本能，并提供安全感的三维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它们提供可以攀爬的猫爬架，可以躲藏的纸箱或猫窝，可以眺望窗外风景的窗台漆幕，以及各种互动性或益智类玩具。这些布置能够模拟野外环境中的一些要素，让猫在室内也能行使它们的天性，从而保持身心健康的活跃状态。一个感到无聊的猫可能会变得抑郁或出现破坏性行为，而一个环境丰富的家则能让它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和挑战。理解猫的社交结构也对和谐共处至关重要。与群居性动物不同，猫是灵活的社交者，它们可以独居，也可以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形成松散的群体。
家猫将共同生活的人类和其他宠物视为自己的殖民地成员，它们通过共同的气味来识别彼此，这就是为什么猫会如此执着于用脸颊蹭遍家中的家具、门框以及你的身体。它们是在构建一个统一的气味环境，这个环境对它们来说意味着安全与熟悉。当我们将一件带有陌生气味的东西，比如从医院回来或接触了其他动物带回家时，猫可能会表现出警惕甚至不安，并会立刻上前仔细嗅闻，试图用它的气味覆盖掉陌生的味道，重新确认这个环境的安全边界。这个过程是它们建立心理舒适区的重要方式。猫的日常护理也是增进感情、保障健康的关键环节。定期的梳毛不仅能帮助去除死毛，防止毛球症，尤其是对于长毛猫种而言，更是一种愉快的亲密接触。大多数猫都很享受被梳理背部和小腿的感觉，这类似于同伴之间互相理毛的社交行为，但需要注意腹部和尾部等敏感区域，需要循序渐进地让它们适应。指甲修剪是另一项重要的护理，定期用专业的猫用指甲剪修剪尖端的透明部分，可以避免指甲过长嵌入肉垫造成伤害，也能减轻它们抓挠家具时造成的破坏。让猫从小习惯这些护理程序，将它们与积极的体验如零食奖励和温柔的抚摸联系起来，可以大大减少过程中的压力，无论是对于猫还是对于主人。猫的口腔健康常常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牙周病是家猫非常普遍的健康问题，会导致疼痛、食欲不振，甚至更严重的全身性感染。从小让猫适应牙齿检查，并尝试使用宠物专用的牙刷和牙膏为它刷牙，是维护其口腔健康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无法刷牙，提供有洁牙功能的零食或玩具也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定期的兽医检查，包括口腔检查，是预防和管理这些问题的基础。猫的营养需求随着其生命阶段和生活状态而变化。幼猫处于快速生长发育期，需要高能量、高蛋白以及支持大脑和视力发育的特定营养素，如 DHA。成年猫需要维持理想体重的均衡营养，而老年猫则可能需要针对肾脏健康、关节支持或牙齿敏感的特殊配方。怀孕或哺乳期的母猫对能量和营养的需求会急剧增加。此外，无论处于哪个阶段，保持健康的体重都是延长猫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肥胖是家猫面临的一大健康威胁，会显著增加糖尿病、关节炎、泌尿系统疾病和心血管问题的风险。遵循兽医的建议，根据猫的体型、年龄和活动水平定量喂食，并鼓励它们通过玩耍来运动，是控制体重的有效途径。猫的行为问题往往是它们表达需求或不适的唯一方式。当一只习惯使用猫砂盆的猫突然开始随地便尿时，这首先应该被视为一个需要调查的医学问题。泌尿系统感染、膀胱结石、关节炎、疼痛等都可能导致这种行为，在排除了医学原因后，才需要考虑行为因素，比如猫砂盆是否干净，猫有极高的清洁标准，猫砂的类型或位置是否让它们感到不适，家中是否出现了新的压力源，如新的家庭成员、宠物或环境变化等。同样，过度的喵喵叫、具有破坏性的抓挠或攻击性行为，都可能是由疼痛、恐惧、焦虑或无聊所引发。惩罚对于纠正猫的行为通常是无效的，甚至可能加剧问题。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从根源上解决它，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猫的生命历程相较于人类是短暂而急促的，它们用10几年的时光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一段旅程。面对猫的衰老和最终的离别，是每一位主人都需要学习的艰难课程。当猫进入老年，它们可能需要更柔软的睡床以缓解关节压力，可能需要更容易咀嚼和消化的食物。它们的视力和听力可能会衰退，认知功能也可能下降，表现出类似痴呆的症状。在这个阶段，它们需要主人更多的耐心、理解和关怀，提供舒适的环境、易于获取的资源以及维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适应老年生活。当疾病来袭，需要做出艰难决定时，以猫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为首要考虑，减轻其痛苦，
让它们有尊严的离开，是我们所能给予的最后，也是最深沉的爱的表达。猫在我们的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们不仅是家庭中的伴侣，也是艺术和灵感的源泉。从古埃及墓葬中的壁画到日本浮世绘中的精妙描绘，从文学巨匠笔下神秘优雅的角色到互联网时代统治社交媒体的表情包和视频明星，猫的形象历经千年而常新。它们时而代表神秘与未知，时而化身温暖与治愈。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多重性，恰恰反映了猫本身性格的复杂与迷人。它们既是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实体，也是我们投射情感与想象的文化符号。归根结底，与一只猫共同生活是一场深刻的相互塑造，我们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远离自然残酷竞争的安全港湾，而它们则回赠给我们一个重新认识生命、学习无条件的爱与责任的机会。它们提醒我们，快乐可以很简单，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个可以藏身的纸箱，一次尽兴的追逐，一次安心的陪伴。在照顾这个弱小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观察、耐心、包容与尊重。我们因为被需要而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付出爱而使得自己的生命更加丰盈。猫安静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世界的轮廓。它们用自己全部的生命编织进我们的日常，成为我们记忆和情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份跨越物种的深情厚谊，是人类文明中一道独特而温暖的风景。当我们能够站在猫的角度去理解它的世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沉默的诉说与细微的表达，我们与猫之间的连结便超越了饲养与被饲养的关系，升华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它要求我们不仅爱它们的外在可爱，更要接纳它们作为另一个独立物种的全部天性，包括它们的神秘、它们的独立、它们偶尔的任性，以及它们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全然的接纳与理解中，我们与猫才能达成最深刻的和谐，共同谱写一段充满温暖与智慧的共生传奇。所以，请珍惜与你共处一室的这个毛茸茸的生命，它是演化长河中的一件杰作，是历史机缘下的一位伙伴，更是你平凡日常中的一个温柔奇迹。它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凝视，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关于信任、陪伴与爱的古老故事，而你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倾听者与参与者。猫的生命历程是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教诲，它们以最质朴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本真。当我们学会用猫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时，便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处处蕴含着被忽略的诗意与智慧。这份智慧首先体现在它们对时间的感知上，猫从不追赶时间，也不被时间所追赶。它们遵循着内在的生物钟与自然光线同频共振。晨曦微露时，它们会准时醒来进行第一次巡视与梳理；阳光灿烂时，它们会寻找最舒适的位置享受日光浴；夜幕降临时，它们则会进入活跃的狩猎游戏时间。这种与天地同步的节奏让它们始终保持着从容与安定。反观现代人类在机械时间的驱赶下疲于奔命的状态，猫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珍贵的提醒，提醒我们偶尔也需要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节拍，找回属于生命本身的自然韵律。猫对空间的利用同样充满智慧，它们天生懂得如何在高处建立安全区，如何在狭窄处寻找庇护所，如何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无限的可能。一个简单的纸箱在猫的眼中可以是理想的观察点，安全的藏身处，温暖的睡床，甚至是练习捕猎的模拟场地。这种将寻常物件转化为多功能用品的创造力，源于它们对环境的敏锐感知与灵活适应。当我们为猫布置家居环境时，应当充分尊重它们的这种空间需求，提供足够的垂直空间供它们攀爬眺望，保留适当的隐蔽角落，让它们安心休憩。这种对三维空间的充分利用，不仅能满足猫的天性需求，更能让它们在有限的家居环境中获得最大的自由感与安全感。猫的沟通艺术尤其值得人类学习，它们很少使用声音作为主要交流工具，而是通过丰富的身体语言、微妙的气味标记以及精准的能量传递来传达信息。
这种以非语言为主的沟通方式，要求双方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觉察与敏感。当我们与猫相处时，需要学会解读它们耳朵的角度、尾巴的姿势、瞳孔的大小，甚至是胡须的朝向。